好吧，这基隆市这个东岸商场因为昨天检察官这个起诉了，说这个大日公司就是租那个停车场的行贿被诉11个，好像有将近11个人吧，多少人？11个，对，果然是11个，没记错，11名官商遭起诉那他们行贿，而且虚报营收做假账，就是他行贿给到计证还有一些这个临时人员他也给钱，因为县官不如县管了。你不要看这个公务员官大小，我管到你，我就可以这个整死你，所以送整个汇款超过将近100万呢，很多钱那所以呢，这个昨天我也问基隆市长谢国良，他说当时他们就已经知道这案子在调查了，所以他之所以没有给大日继续得标，就因为他已经犯法了嘛，已经在办这个案子，检察官在办了，怎么还给你继续干呢？那今天呢，我看那个罢免团体说，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案子，那是根据什么案子？说是因为谢国良他去到到那个什么net 是破门而入，精神破门而入只是执法的手段嘛，破门而入就值得罢免了。哇，如果说这样就值得罢免，那全台湾的多少个县市长，对不对？这都应该罢免了。这是我执行的手段到底该怎样嘛？这是跟罢免有什么相干？是这两个同一个案子啊，net 跟大日是同一个案子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你跑到 net 去破门等等，当然是同一案嘛。net 等于是从某个角度看，大日做了2房东租给别人，那法院不承认了。现在他现在我觉得他已经是等于是基隆市府连5胜了虽然这个不算一个这个基隆市府胜，但也算是胜了，因为大日已经这个被起诉了，官员被起诉了嘛所以就知道说。你现在你罢免总要师出有名嘛，你根本就你所有的就要罢免人家的这个基础，现在都一个一个的被法院都已经拆解了，不管是法院还是检察官那基隆市政府就说了，这是前朝林市长的时候这个的案子所以我们不需是依法有据的那另外呢，这个很有趣的，基隆市前市府的发言人说呢。这2个拿钱的人是在前市长张通荣的心腹，那又怎样？事务官本来就一直干的事务官所以也不能说叫他不干那是计证，这是考试资格进来的。那问题为什么在张通荣的时候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呢？怎么到了你这个林日昌是吧？林佑昌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你对同样的人在这个市长的时候，都至少你没有发觉他有什么法律责任嘛，干了什么坏事？那为什么到你林佑昌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那当然是你的问题，怎么是他的问题呢？还大言不惭说之前的市长的心腹到你手上就变成罪犯了，就不再犯罪了，你要怪谁所以呢，林佑昌的幕僚说谢国良应该道歉。不，我昨天看到，我觉得都真的不知道讲什么话好。你说个道理嘛？你这简直不讲，这是不讲理的嘛！林佑昌的时候，他的计证什么去拿人家的红包，然后呢，这个涉嫌通报什么这个招标的资料给这个大日等等，然后呢，现在检察官都查出来了，谢国良道什么歉？谢国良道什么歉？我真不懂这不知所云。所以洪慧说他不知所云，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白目，脑筋是不清楚的，脑筋真是不清楚的搞什么鬼？我不知道，林涛。基本上这个洪辉姐的一句话，我觉得一言以蔽之是什么？守护市场的市产的人被罢免，行贿的人正在罢免他。这有公道吗？这基隆市民都看在眼里啊！刚才赵大哥其实点明了这个罢良团体，从刚开始说是东岸商场是大日的问题，然后一路到这个主妇。可是从大日到主妇就 Net 全部都是败诉Net 去申请这个行政假处分败诉连财政部都不愿意帮 Net 背书，说他这个财务上在整个的评选过程中，基隆市政府是毫无问题的。今天大日行贿一案被爆出来，我觉得叫做真相大白。为什么？因为罢免的理由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积极要罢免这个大日跟主妇这么多问题，为什么罢免？懂了，为什么？因为涉弊的人是林佑昌的市府的人嘛，
林右昌市府涉弊嘛，所以罢免案就是为了转移林右昌市府涉弊的事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组人哦，从一刚开始他就知道，因为大日的行贿案，他不是现在才出来，他早就一直在侦办了。这也是谢国良市府不愿意给大日承办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个重点哦，就是说林右昌他既然可以发起这一次的大罢免，在这个联署的最后一个全部给他资源。代表什么？代表他要用罢免案去争取自己对于2026选其他县市首长的一个资本。可我觉得这个县市首长的资本跟这个垫脚石太难看了。你等于是拿着基隆市的市政发展，拿着基隆的民主，拿着基隆的市民踩踏在他们身上，然后去争取你自己的政治利益。结果后来发现，哇，原来是因为你市府的人有涉弊耶。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太难看了。然后这个罢免团体还在凹说北基桃是你民进党提的，那明明是国民党的北基桃的县市一起先提出来政策，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现在，刚才这个赵大哥讲了，这些人没理由，头脑不清楚到一个很夸张，可是凹不凹得过去？当然凹得过去啊！郑文灿大家担心什么？雷声大雨点小，一审重判，二审减半，三审迪卡米耍嘛，大家就觉得现在担心这检察官也这样担心啊。然后你不用看这种陈世凯，拜托他今天要谁来当就谁来当，陈金德一路到陈世凯。中央社还有一个知情人士帮陈世凯说，因为他会看哦，有去看 U-Bike 啦。有去看这个捷运站旁边的交通动线，对，那我们3个都可以当部长，所以我觉得现在民进党已经荒腔走板到一个很夸张。你们是可以当部长，好吧？我们看这个官司，竟然以手机拍照的方式，那传给大日公司定期2次，那收贿10万元左右。指控前市长林右昌放任底下公务员定期收贿10万，全因曾取得东岸停车场经营权的大日公司行贿市府官员案侦查终结，被起诉的贺信基正与交通处的陈南都与林右昌市府有关。检方认定，在2015年东岸商场招商后，大日开发的苏姓负责人，在2018到2022年之间，向交通处的诚信人员就东岸广场与信2停车场2件标案行贿高达195万。另一名贺姓基正则因涉嫌泄密，双遭起诉。该弊案为前市府林右昌时代发生，也是前朝官员遭到起诉，涉案人员都已进行相关的惩戒。划清责任归属，要林右昌出来讲清楚，但前朝幕僚则反咬涉案人员曾是蓝营心腹。纪正也就是贺长博，那他们2位都是张通荣市长非常信任的这个幕僚。大日案遭起诉一事哦，终于是还给林右昌清白，也请谢国良以及国民党应该要向林右昌道歉。来，向龙，谁该向谁道歉？在政治上面，我尤其经过这段时间，我觉得一定要罢免的跟一定要选上的，后面大概呢都是有文章。那谢国良其实先不要说现在曝光的事儿，在所有罢免谢国良理由，我觉得真的就鸡零狗碎。基本上面呢，都是非常地方政治的问题，就用地方政治去处理就好。但是要大张旗鼓的发动罢免，他不但师出无名正当性不够，但是婚姻查改律照一定要做到。这种情况跟我最近感觉到，就是说，在上一次的地方选举的时候，6都的市长，所有地方选举里面6都市长最重要，而6都市长，我在当时总觉得奇怪，为什么民进党把所有的力量呢都摆在桃园新竹？一定要让桃园，一定要让林志坚离开新竹市之后呢，能够选上桃园市长，在桃园花这么大的力气，我不知道如果这个时候的桃园市长是林志坚，郑文灿还会不会爆？我不知道。但是总是觉得有什么东西要盖住，他基本上也在让我产生更多的怀疑，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好不容易呢，韩国在那种情况下当选高雄市长，选总统输了就回去把市长做好嘛，他也不是没有好好做市长，可是一定要用这么大的力气把韩国瑜干掉。背后让所有的高雄市民进党执政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黑账，连看的机会都没有。同样的，台南现在的呢臭不可闻的是一样的。当然，现在呢罢免案，反正没关系。我觉得基隆市民有机会呢用投票呢来好好的打脸一下。这个时候呢，反正呢看看基隆市民在这一刻总该看懂什么，自己知道在选举的时候呢要罢免投票的时候呢该怎么去投票。可是我们刚刚在谈到陈世凯，
我们当然都不认识他，他只是发言人，我现在也不在新闻线上。可是像这样子的一种的任命的方式，要不然他可能就是一个超级天才，要不然呢就是一个超级傀儡。当然，他到底对交通懂多少没关系。立法院开议了之后呢，拖出来66就知道了。立法院那关，如果大家呢一开始呢第一次的质询上来过得去再说吧。大家就知道呢，你到底你的专业准备能不能够让你应付那个台面？这不是光呢一纸行政命令呢做个政治任命就能解决。可是别的部会啊，如果是一些边缘部会啊、委员会啊，你说呢用一些年轻人去历练一下，没有经验，我让你摸一摸都没关系。可是交通部，你知道铁路、公路机场。还包括呢通讯，包括呢气候、观光，通通都在交通部里面。交通部呢本部呢本身的预算呢，一年呢大概呢500亿新台币上下，这不稀奇。你要知道，交通部底下，你光是看呢台铁、高铁、华航、虎航这些呢，这都还是几个你比较叫得出来的，还有中华电信。光是他的交通部长可以直接任命的，因为他有掌握绝对的控股权，可以直接任命的董事长大概40个。里面，如果你再把像中华电信、中华邮政底下的这些呢转投资的子公司，你再排一排，哇，那个多了，那个多到你数都数，我告诉你，你根本来不及认识。里面呢是哪些人？交通部长时间以来，里面就讲说，里面呢只有两股人马，有一些呢有一些可能是新潮流本来在那里的，有一些呢不知道是郑文灿的，还有一些呢是林佳龙的。里面其实基本上面都是民进党里面的人自己在那边斗而已，其实已经没有其他人马了。但是这么大一个庞然大物，我说铁公鸡以及呢所有的网络电信。你想到今天在所有的就是说呢事业体里面最肥的系统，全部都在交通部里面了。你撇开邮电呢是在经济部以外，全部都在交通部里面。而你派了一个超级菜鸟，我告诉你，他根本就不可能去。不要说对交通部本部的业务，我任何一个事业单位丢在他手上，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们并不是因人废言、因人废事，可是这种的人事任命，它是需要一些说明的。交通部长你历来来看的时候，其实他大部分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历练。如果你没有对行政事务以及里面，我过去我就讲我曾经呢担任过一些呢公共工程的一些审查委员，只要是交通部的审查的标案，我都会碰到非常多的干扰。那个呢会来找你吃饭的啦，要送礼的啦，那个多了，而且官方呢几乎呢都会暗示你应该要怎么样，其他单位都还不一定有。今天赖清德上来了之后呢，形塑一个所谓打贪的形象，当然会让我想到，当习近平刚上任第一任期的时候，全力打贪，再打薄熙来，你把郑文灿比薄熙来，可能把郑文灿放太大，可是那个逻辑是一样的。抓党内最大尾的，一刀死了以后呢，其他的呢先扬刀立威之后呢，其他的再慢慢的办。可是今天的台湾的政治上面，民进党自己可能会慢慢的在这种的文化里面感觉不到。我觉得台湾的政治媒体、商业跟学界之间的金流活动了，已经慢慢的让所有在这个体系里面的共生关系，那个道德感变得非常的松弛。就道德的机制的松弛，面对到犯罪的边界的时候啊，已经没有道德审查机制，心里面会自我合理化，这是很可怕的。我认为今天我们被点名的这些人，在做这些呢明显犯法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没有犯罪意识的。而这个情况，在今天的民进党用各种的政治手段，要罢免或者是要各种的动员去掩盖它，让所有的犯罪呢，逐渐的在这些政治事件当中呢被掩盖起来。台湾的这政治其实正在快速的恶化当中，我不知道老百姓有没有闻得到。休息一下再回来。民主党今天下午开记者会啊，我看先是黄珊珊啊，再陈志涵啊，然后呢，这个他们说
支出的漏报短报1937万，一共340笔啦。哦，那这个说哦，这次哦，他们特别是到底怎么木可关系到底有什么关系？哦，那大家有这个疑问，他们也说明了哈。那我们先看看这个黄珊怎么说。那我们经过我们两个多礼拜的比对，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关的单据，事实上有在我们竞选总部留存的单据里面都是有凭证的，而且是有实际支出的金额，里面有2种状况。第一个就是支出漏报的部分，有单据、有凭证、有支出，没有报上去监察院系统有210笔，金额高达1623万9963元。另外还有支出短报。什么是短报？就是我花了100块，他只报50块。那这样的情况是也有将近130笔。当我们善后小组清查完毕之后，有单据却漏报又短报的金额加起来是1937万5409元。好不好？说这个民众党给木可1500万的授权金，陈志涵说呢要求退回1360万啊。那么会不会退回不知道啊。那另外呢，传北检查到木可汇了400多万到柯文哲的私人账户了哈。那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授权金啊？什么搞大家糊里糊涂哈？来，这个委员怎么看？这个我想刚才黄珊珊提到的哈，就是他有漏报跟短报哈。事实上，监察院4月份就告诉他你报错了，那你要重报。经过这么久了，他现在还在讲漏报跟短报哈。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对民众党的信任感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啦哈。好，那我想补充一下，刚刚提到这个开绿灯哈，其实我开绿灯的意思是有多少证据办多少事。你什么时候进来证据？你现在证据不见得是7年前就进来的证据，而有可能是最近才进来的证据，而是你现在进来的证据，我有多少证据办多少事哦。我想我们都会依据证据去办事。那另外提到林右昌那个事件哈，事实上以前我当丰汉市长的时候，曾经有个纳谷贵案，我们里面2派的公务员看法就不一样。事实上，你当市长的时候，2派到底哪一派对，哪一派不对，你很难去认清。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蓝不管绿，不要无限上纲，就是说你里面有一个人犯罪了，那你就是首长一定知道，或者是你首长去指使。我觉得这样子一概而论不太好，不管是蓝不管是绿。那个游本明讲的那个是说，当时这2个公务员，一个是正式的公务员，一个是约聘雇的公务员，那个其实是张通荣时代进来的啦。那当然，正式的公务员比较难界定，但是临时不是正式公务员进来的，大部分跟当时的首长关系的确是最亲近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拿这张通荣、林右昌、谢国良这3任市长去比较，事实上你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去比较说，这个应该是谁的人的机会比较大，会陪着谁去收贿的机会比较大，而不能说一概而论说这个人在谁任内发生就一定是谁的责任。所以我想我们蓝绿其实都应该用更清楚的，就是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做多少事，这样子去判断才会正确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我觉得林右昌或谢国良针对这件事情，其实他们都不见得是最主要的要负责的人。当然你当行政首长，你任内有人做错事，当然你要负相当的政治责任，但是司法责任我想不是他们2个该负的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我觉得说以后我们还是有多少证据办多少事啦，不要说一概而论去无限上纲到每一个单位的最高首长，这样子对最高首长是不公平的。不管了哈，现在不管是在这个林右昌任内，还是在张通任内，这到底谁的责任？那总不会是谢国良的责任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问你就是说，就这件事来讲，当然就不会是谢国良的责任。你看发展到现在，包括什么大日啦、什么 Net 等等，你认为罢免谢国良的理由充分吗？你总是有个道理啊。我想罢免谢国良的理由，我想我就让基隆人去决定了，因为我想我高雄人我不去涉入这个事情哈。那基本上就是说我针对这件事来讲，的确大日这个事情，这个行贿的事、收贿的事，这个跟谢国良没有关系了，但是跟林右昌，我觉得也不能说无限上纲到他的身上。来，朱慧。我觉得现在是要讲这个，先讲这个柯市长今天的这个记者会的事情啦，哈。我觉得讲到现在哈，几乎把所有的问题推到端木正手上，哈。可是我们始终没有看到端木正本人出来讲话，我觉得这对端木正来讲是相当不公平的。
何况他是一个有牌的会计师，还不是一个普通的会计师，他还是会计师公会审计委员会的执行长，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你告诉我们说他的做账品质之烂到这种地步，这叫以后所有的公司，甚至我们的会计师签证根本就不用做了嘛，荡然无存。我们知道所有上市公司的财报都要透过会计师签证上市公司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财报的账目都会远远比柯文哲这个政治现金来得要更复杂，那会计师都有这个专业的这个的能力把它做好，然后柯文哲区他的政治现金账户会做不好，我实在是非常难想象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科进办里面有太多人指手画脚，你这个要这样调一下，你这个要这样调一下，你这个钱我们要进木可，然后这个要把它改成是现金明明它是线上支付，明明它是透过这个电子这个线上捐款的平台，然后一笔全部要改成现金捐款。18万笔这样要求人家一笔一笔改，所以才搞到人家明明是专业的会计师，最后神仙也难救，做出一个这么奇怪的政治现金的账户。今天已经开了，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应该已经是第4场说明政治现金的这个捐款的这个账户明细了。可是我刚刚来的路上听到很多人有看这一场记者会的，看完以后的想法还是跟我讲一个，有开跟没开是一样的这4场开下来总结一句话，其实都在对自己的小草喊话，都在讲给小草听，都在重建小草的这个信心，而不是真的要释疑的。针对外界很多疑问，其实是没有要讲、没有要说明的。今天又秀出更多的发票来，我要跟大家讲，政治现金账户是没有统编的除了手开发票你可以写抬头以外，其他的电子发票跟一般的家用发票一样，没有任何可以识别的不同，因为没有统编。也就是这一段时间内，他们说不定发动所有的人把去年这段时间的发票拿来凑数，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分辨的。然后就这样凑出1900多万吗？你有什么证据力告诉我们说这真的是近半的发票？今天有一个网友跟我讲说，他也非常好奇的去看了黄珊珊2022年市长选举的政治现金的这个申报。他说居然没有一笔是餐饮便当费的支出，他觉得选了1年的市长的竞选总部里面，有可能没有任何吃便当、喝饮料、任何餐饮的支出吗？这显然也不正常，是不是也是以大报小，去找一些大额的支出来报竞选政治现金呢？我不知道，现在没有人去查民众党其他的政治现金，有人查了柯文哲，接下来就会有人查蔡壁如。如果再没有解释清楚，就会有闲着没事做的人继续查民众党其他公职人员的政治现金账户。这对于民众党其他的人来说，我相信也不是他们想看到的。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当然可以继续这样下去，你跟木可的关系，你的商办到底要怎么处理？你从民众党到底拿走多少钱？民众党还剩下多少钱？这些我相信检调也都会给我们答案，所以你也不用再开下去了。好，我们现在新加2位这个特别来宾这个新北市的民进党的市议员张嘉玲议员跟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张启凯。我刚刚看电视转播，启凯也坐在那个地方。那到底民众党这个解释有没有用？那柯文哲要请假3个月，那请假3个月到底能够怎么样？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